咱不会是第一个到的吧？咱肯定是第一个。9点24分，到达现场的实习生有：已到达上海电视台站点，已到达东方卫视站点。他们的播音腔真的好好听。嗨，嗨，你也来得好早。对啊，哦，我们宿舍全员到齐，每天都是热心打工的宿舍团体，最勤奋的宿舍了，真是。今天要辩论呢。Hello， 早上好。哇，所有人都这么英气。早上好。哎，你俩今天好像啊，你俩都穿的西装，对，好正式。大家今天都蓝蓝的。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你新改的调吗？ Yes， 我知道为什么你喜欢唱军歌了，因为军歌是真的唱不跑调啊。哎，也不一定。过去吧。走走。我想的是，我们先各自理各自的部分，然后等我们理好了之后，我们就互相听，然后从头到尾给他 read 一遍。1和2，朗子。OK。好，3、4部分我写的我来，然后我就说采访部分由你们2位来。好。行，我把 PPT 改一下。好，那你先改吧，然后你改完我改一下 PPT。 OK， 我们一个一个来。哎，我觉得你这个改得好，职业观念挺好。对，我觉得确实可以把文化意义改成职业观念。礼物满天飞，只为换份美。上头狂杀钱，钱包瘦成鬼。是什么那8个字吗？钱包先握紧，哎，这样更押韵了。礼物满天飞，只为换份美。第1、2句你不是很那个？第一句，礼物满天飞，只为换份美。只为心情美。哎，还得是你，还得是小朗之啊。再换一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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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起来了啊，嗨起来了。 Pick me up。朗子，昨天你是不是核实了的数据？我看一眼啊。对，我估计对面的数据会比我们还严谨。我们的数据一定要更严谨，因为他们肯定会盯我们的数据。对，我这里有一个相关数据，我发一下群里，你们不用看。好，这效率，这是一支队伍，这是对啊。我把策划案新改的1版也发群里。好，太厉害了，现在进度非常好，我们我也觉得很顺畅，加油！这样会不会太简约了？还可以再多一丢丢。我也觉得太少了，有点。最后一点改完，让我们再审一遍吧。好，这都没问题。你们太想呈现的好了。对，最终版本，一共是3690个字，OK 了，来发群里，发群。好 ，PPT 和文本全部完成。好，还有演练时间，我们的这个时间把控的真是刚刚好。砍瓜切菜一般。有时要引发社会标志性标语，整体节目分为7个中年买陪伴与认同。我们这个本次的题目：一元解压，情绪立国，廉价玩具的百亿红。它火成这个样子，肯定面临了一段野蛮生长的空间。解压玩具它是低成本获得情绪解压。在演播室当中，跟我们的嘉宾一起探讨这些数据背后所代表的现象。我有一个问题啊，要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像第4部分，它是非常多其实这种上高度、上鸡汤的这种总结式的嘛。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但是我昨天觉得有点那啥，我就想不出来太那个，要不就删了。解压玩具的未来是什么？但是少了一个问题在于，情绪经济未来的市场是什么？也不是未来的市场，而是说我刚刚提了一个，就是说情绪经济未来怎么发展？但是我没有说得很深。我是觉得未来的发展，它的重要的原因在于，一个是社会性问题，一个是经济学专家，他可以从2个角度来进行讨论。
啊，他们的大纲还没捋顺呢。他们就对中间有一个点的取舍有一些争议。你要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了，他的目的这个就是我是觉得在最后这个就是未来的把两个专家用起来。主要是我是觉得最后一部分你再插2个专家有点乱，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心理专家在说，你这个地方再插一个经济，然后这个地方再插一个心理。我觉得最后是未来。他可能是找。但是这个东西要我们再提吗？我觉得我们提不了了，内容太多了，哥。你懂我意思吗？我是说未来你不做一个展望吗？朋友们，提醒大家一下，咱们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打磨逐字稿。一定要展望未来？不一定，不一定，就要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可出彩的方向。就假设你手上握着一个，你有一个判断。所以这个不是公式，说一定要在结尾展望未来的。没有，肯定不是。对，我们在打磨逐字稿。对，咱们不要抠太细的细节。现在感觉最亮的还没有拎出来。我的意思是，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在节目里边我们要提到这一部分让观众知道我们在节目的收尾。对啊，我问完问题之后问问这个行业，这就是第4部分的内容啊。问未来和就是解压玩具是你情绪的出口，这2个点是矛盾的吗？就是在一个节目里，你真的不能既要又要。不是我既要不是哪个既要又要了。节目不是论文，我们把一个点说清楚就好。哎呀，他们这个团队太需要解压玩具了。你听懂了吗？我听懂了，我昨天就感觉到了。解压玩具是情绪大家解决情绪的一种出口，这已经是一个落点了。展望未来又是另一个落点。那我们未来的展望就不提了，最后。但是这是2个方向收尾，一个是个体的微观的个人情绪，一个是宏观的行业未来，对吧？那到底要是往哪边收呢？你最后简单提一下。那就最后加一个问题。朋友们，提醒大家，把自己东西完善好之后做减法。好。你好乖巧。我觉得确实要做减法，确实要做减法。我写的东西太多了。王宇老师在整个过程里都是委委屈屈，然后就没有吧？王宇老师表示，我委委屈屈的，但是你们都得听我的。对。哎，一语道破，真确。哇，神之吐槽，吐槽艺。我们整个节目最后的走向就还是老师满意的方向就好。感谢大家不嫌弃我。当然不会。我昨天有一股无名火，但我今天觉得玉哥有点可爱。他很可爱，他特别可爱。我昨天是觉得玉哥稍微有点轴的，但我今天发现他是真的很认真。就是认真也是一种轴，是吗？玉哥，我把那个 PPT 的几张图发给你了哈。好，没问题。帮我贴一下就行。心理学家是在我这一趴出现，对不对？你觉得这个顺吗？顺的，可以的。我觉得把为何2个字也去掉吧，我觉得这个是在讲现象。都可以。因为我们团魂已经燃起来了。我希望我们后讲，不过都行，我们能力强。等我5分钟，我正在写。一个脚本，这样的话看起来就非常清晰。牛的。我这边 OK 了。真棒。我们都特别棒。去个卫生间。我感觉练一遍投屏是对的。他们组感觉班味儿都好重啊。我们组其实班味儿也挺重的。我们也没轻到哪儿去。对，只是我们心态相对比较好。主要你们都太能提供情绪价值了。主要是有一个非常靠谱的队长。对。停止这个商业互捧。情绪价值。拉满。哎呦我天哪！
这边也太顺了吧！这个对，真的。提醒一下你们所有的组员，最后10分钟，大会议室。好的。最后10分钟，抓紧时间。好。我模拟吧，解压玩具的崛起与其引发的购买热，持续的探讨如何去满足情绪。解压玩具是如何火爆全球的？情绪消费呢，就成为了一种有效的自我调节方式。小的切口去透视，在高压下的年轻人要如何自处呢？今天呢，我们会聚焦团播在情绪经济里的新闻具体表现。我们花钱去买漂亮的衣服，我们去买喜欢的玩具。我们想以选秀团播为切入点，情绪经济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你觉得我要不要问大家那个问题？其实简单互动，我觉得没问题。你刚刚说那个就是刷的礼物解送的飞机，可以你来一句。感谢韵林小王送来的飞机。对，就是这种感觉，就有点跳脱啊。可以，好，那我就说直播间的场控会大喊，你说会大喊，你甩直播间的场控会大喊，感谢韵林小王送来的跑车。最后的最后。对，好，最后的最后，这场直播里 ，pick me， 哇，太有节目了，很严谨。老师好，怎么样了？可以，等期待吧，老师，有信心。我们都很棒。其实整体已经很棒，特别棒。探讨在经济角度呢，加油！相信自己，开场即王炸，理想不死，新闻必胜。去大会议室。但是他们两边其实已经很风格明显，这边就是很跳脱的一群人，就是那种，而且很有网感，因为他们说话的那种重音，然后感觉。这边适合直接干娱乐向的，感觉一边火象一边土象的感觉。这也要看导师的审美，这也要看这电视台的一个气质。稳重派，活力派。怎么样，老师？您期待我们的杰作吗？你们两边的我都很期待。是吗 ？Hello， 老师们好。我们是开始吗？是开始吗？来了。那我们各自的时间是每组30分钟。好吗？好，顺序就是诗文组先来做你们的方案的宣讲，然后是旁征组。啊？这么突然吗？哦，诗文组先来。太难了吧？有点突然。有点突然哈。王宇平复心情。好，稍微我们给1分钟时间准备一下。那我来替你，我来给你接一句吧，然后你再来做开场，这样的话先给他试一遍。没事，我 OK 的，你总结就好。喂，咱 PPT 是不是还没开？对。还没考呢啊！赶紧的，这个之前没试一遍的话，就得调试一下。对。哎，我好像少收到了1份。没有，现在只有1份。现在只有1份，这个是旁征组的，对我们没有你们的。只打了1份。老师这边有策划案，你们有吗？我们来同步一下我们的策划案吧。对，可以。哎，这怎么开啊？完了，你看还不知道开关在哪儿，妈呀！我来帮你。谢谢。资料设备都得先试一下。提前15分钟一定得走一遍。你看宣讲，这是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尤其是格式，好多 PPT 一上去拉宽了，还有字体没有，出不来。哎呦，这个是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叫捏捏乐对吧？我有一个同款的钵钵鸡。哇，鲁豫姐真善良，她知道那边需要时间，她给大家聊这钵钵鸡啊，聊这些。我们家有1箩筐这个，因为我们家有小孩儿。哎，可以了，OK 了。而且这个有些。林慧，你为什么不给我？小花呢？那个给文林实现了一个。没事，我说着玩就说着玩。我想求助一下。我的天！找电脑了。赵薇，你们的开始了吗？没有开始。老师们，我只是王玉，委屈哥，你是想干嘛？那你帮我来翻页吧。好，我帮你翻页。我来帮你。你先适应一下。对。是这样吗？是这样对不对？不是，你双手翻页，双手就是它不会出错。对。如果你们准备好了，跟我说，我会开始计时。好的。我给你搭一句吧。那我直接来吧。好。可以的。相信你。哎，这个可咋整？哎，有竞争，好有压力啊。确实。
其实刚才老师们让我放松下来了，是因为刚才每个老师手里在拿到这个玩具的时候，大家都说我也有。说明我们这个问题到现在来说还是值得被关注，而且值得被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关注。那么我们就着这个关注来看一看我们本次的策划案。我们策划案的宣讲的题目叫“一元解压，情绪帝国，小成本里的大生意”。那我们怎么来看呢？首先呢，我们来翻页，我们会通过10个内容来跟大家依次的梳理我们本次策划案想跟大家提到的每一个方面。好，让我们关注第一个内容，我们的节目主题。本次的我们的专题片呢将聚焦情绪经济，我们会通过解压玩具的崛起和它引发的购买热、消费热，来探讨它如何去满足现代人我们的情绪需求和它在发展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稍等，还是这一页。哎呀，好，我们的专题片标题已经说过了。来，我们介绍一下专题片的时长与形式。我们的主体长度在35到40分钟一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新闻专题片的长度。同时呢，我们还会加上音频分发和单个的切片分发。专题片的形式是演播式访谈，1位主持人加2位访谈嘉宾和融合媒体的呈现形式。来，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整体的这个定位与对标。我们的节目定位是一档具有调查性质的新闻访谈类节目，它的对标节目呢也是比较成熟的一些新闻节目，比如说我们很著名的新闻访谈新闻1+1。好，下一页。那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期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选题。我们来分析一下可行性啊。首先，从2024年、2025年直到上周，甚至是昨天，都会有和解压玩具相关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长效的新闻。解压玩具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经济考量也是我们考虑在内的。和我们来探讨一下我们制作的目的和意义。其实我们想到媒体，它是具有服务功能，它也具有导向功能。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人本身的关注，是我们本次在专题片中想承担的一些话题。我们是规定他们每个人发言不超过90秒吗？那下一步辩论。好，我们下一页，下一页。好。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本次我们这个专题片的受众啊，不管是学生、职场新人、青年白领，还是宝爸宝妈们，还是很关注社会现象、经济趋势的观众们，他们其实都会关注。让我们看看我们的节目亮点。首先，我们会非常注重嘉宾的选择，同时我们在环节上也会有进行创新。哪些创新呢？我们会进行这个新闻节目演播室空间连线加 vlog 新闻加张诗文这组关于捏捏乐的策划框架还是挺详细的，但是作为开场的宣讲，整体叙述有点太过冗长，更像是学术论文，作为开场并不抓人。是的，对。最后呢，我们还会加入比如说XR演播室的设计，那么这些结合呢，让我们觉得这个节目还是非常有亮点的。好，那让我们进行到下一段，就是我们的主体内容介绍。这部分呢，将由我和我的同伴一起去进行讲演。我们会通过4个部分来介绍。第一个小标题是压力山大有妙招。那么我们会通过主持人的话题引入、演播室的互动性采访和 vlog 的新闻小片的形式来进行一个比较轻松的引入。之后呢，我们会有这个新闻记者来深入真正的解压玩具的生产中心，比如说义乌啊、东莞啊这些解压玩具的生产地，来大家一线来体验整个这个解压玩具它所形成的一个生产链条。那么我第一部分解决的是什么的问题，那为什么的部分就交给第2部分的成员子泰来介绍。好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的镜头对准我们节目的第2个板块。那么在这个节目的板块当中呢，风靡全球的解压玩具与被捏爆的焦虑，想必各位老师在拿到那个捏玩具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捏爆的感觉了。这是个好互动。那么在这个节目板块当中呢，我们的形式是非常丰富的，也是非常专业的。首先，我们还是以1名主持人为主线，在演播室当中串联起我们的第2个板块的整期节目。之后，我们会放一则短片。这个短片呢，它跟普通的小片是不一样的，是我们精心设计过的，极具趣味性，但是又兼具新闻性的这样一个群采混剪的短片。在节目的制作形式上，我们会采用快问快答、快剪快切的方式，让它符合在小屏端，也就是自媒体端播放的调性。那么当小片播放完毕之后呢，我们将会用到更加直观的数据来为大家呈现火爆的现象。这个时候呢，我们再配上演播室当中所可以适配到的一些技术，比如刚刚提到的XR，主持人会与我们的2位嘉宾，一位心理学专家，一位经济学专家，为大家分析我们刚刚为大家罗列的一系列的数据。那么
当这些光鲜亮丽的数据被大家所熟知之后，难道真的就这么光鲜吗？有没有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呢？那么下一个板块交给诗文。这个有点意思啊，这个悬念给的。悬念，它的讲述也更加吸引人一些。接到了子泰的数据，在这边我也要补充一个数据。到了2026年，大家知道中国潮玩的市场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市场规模吗？这个数字是1101亿，是不是一个天文数字？对。那我们很自然就可以想到，一个快速膨胀、野蛮生长的行业，在这么快的发展背后，是否有它监管所照射不到的阴影呢？那么第3部分，我们就将聚焦这个部分：热潮之下的阴影，捏捏玩具的质量问题与行业隐忧。刚才在听几位老师交流的时候，我注意到大家其实捏这个捏捏玩具的时候会很注意它的气味，因为它有可能是一些不是那么健康的这个因子来构成的。我想问一下子泰，我们来买这些捏捏玩具的时候，大概花了多少钱？你觉得呢？我感觉看起来好像还挺精美的，是非常精美，但其实它特别便宜。大概每个2、3块钱。哦，这是一个小设计。哦，2、3块钱，不是我们故意去收购这个便宜的捏捏来给老师啊。这个2、3块钱的价格，它确实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咱们知道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它每一个环节的背后其实都是巨大的成本。那么这么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又有这么大的市场的产值，它会不会带来一些相对来说不那么好的影响呢？那么在第3环节，首先我们会引出主持人去做一个1分钟的串联控场，为我们介绍一下捏捏产业是不是会存在什么问题。然后接下来进到我们的调查环节，我们会聚焦这个行业它是否有一个统一的监测标准。我们对标标准就是国家的这些空气的质量标准。嘉宾站在现场为我们逐条解析，应该怎么去认识它对我们身体产生的影响。哪一些标准对应的是哪一些内容？张世文那组他们的选题相对稳一点，他们切入话题的角度、做的方法是非常符合一个新闻专题报道的一个方法。我们的这个模式是足够成熟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节目的制作本身，它的框架本身其实已经足够清晰。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捏捏玩具，讨论的是解压玩具和情绪经济。那么下一次可能我们可以讨论出张世文他们这一组符合我们最开始给到情绪经济这4个字的要求。我们将回归到情绪经济本身这个部分的小标题呢，我起的是叫做“别焦虑，你的情绪能被看到”。我们其实是希望从经济和心理学2个角度来向大家解释低成本同样能够获得情绪解压的方式，以及关于情绪消费崛起的问题。年轻人到底为什么现在愿意为了快乐去买单呢？他们这一组不像之前看的那么兵荒马乱，反而条分理性了，逐层深入，一层一层。当一个玩具真的能解决你的心理问题的时候，这个玩具的存在本身就会显得很重要。这一个有人情味的选题，我相信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切口，去透视到当代年轻人想法中的一角。这里呢，其实我想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小切口的解压玩具，包括我们其实对方辩友的这个一些主题。提前引入了，先来一脚。像团播呀，或者是虚拟 AI 陪伴服务等等这样的一些虚拟情绪的商品，都还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的。那么最后，我们希望我们会以这样的一种真诚的呈现，去给大家呈现一份又扎实又可看的答案，形成这样的一份新闻大餐。因为我们相信，看见本身就是呈现，呈现本身是一种看见。在英语的语境里面，我们知道 I see you 其实有一个含义，就是 I love you。我们可以看见你的心理，我们可以看见你的情景与意识。我们也会用这样的一种严谨的流程，把我们的看见，把我们的关切变成一档真实投放的节目，变成一档可以带来收视率的新闻作品，同时也变成一种更加持续、更加有力的、更加深度的看见。谢谢。不错 ，Bravo， 不错呀。挺好的，可以，没问题。哎呀，他们也长出了一口气。第2组可以做准备。